嗨，各位。于是我们开始进行我们的第二次拍摄。虽然刚才我看了一下我们的第一次拍摄，现在还是零观看量，不过拍给自己看也行，拍给自己看也行，好吧。好，我把胡子刮了，因为刚才去办了一下那个团组织的事情，我感觉得稍微正式一点，所以这个我就把胡子刮了。其实本来也该刮，现在刮的好像不是很干净，本来也该刮一刮的。虽然没有什么人际交往，但是我感觉就是把自己照顾好也是很重要的。今天我打算稍微休息一下，虽然这好像是视频第2期就开始休息，但其实我已经学了1周，我感觉应该稍微休息一下，所以我打算稍微休息半天。然后我也不是完全休息，我是就是打算安排一些基础的任务吧，剩下的时间稍微放松放松，可能逐渐的就能学的时间更长吧。最近总是下雨，一谈到下雨，我就总能想到《百年孤独》里那个说最近总是在下雨，让他说很正常，8月下雨很正常。应该差不多了吧？差不多，我们把锅放上去，让我们把煤气打开，打一下火。打到火之后，我们加点油，稍微加一点吧。手机没电了，一会儿还得给手机充电。然后我们打开这个排风，我们先稍微热一点。我感觉我刚才洗过了，再洗一下吧。我感觉做自媒体还是挺需要水平的，至少一直说话，这其实挺考验人的。你像这种应该叫有点 vlog 的感觉吧。如果说话的话，大家就注意力分散了。不过长视频平台应该会好一点。长视频平台应该没有影响这么大，短视频平台可能说会那个什么一点。还行吧，学起来确实有的时候挺累的。有的时候确实挺累的，有的时候确实也挺焦虑的。你万一觉得又没学好怎么办？我今天跟房东阿姨聊天，房东奶奶聊天。你看，他都知道 AI 对各行各业的冲击，你说我怎么能不知道 AI 对各行各业的冲击？
我怎么会不感到一些小恐惧、小恐慌？连他一个老人都知道 AI 的冲击。这是什么？好像就是蛋液哦。OK， 我们把饭加进去。我感觉昨天加的有点太多了，我今天少加一些吧。等一下，我加一下饭。OK， 饭已经加进来了。我给今天就当说给自己听吧，毕竟可能目前也就我一个人观众嘛。今天的任务是把张宇30讲、11讲，这个11讲的都整完啊，都整完，至少题要写完，没对答案没关系啊，没改正没关系。然后数据结构那里线索二叉树那节的题写完，然后也是没对答案没关系，这就是基础。你要是中等的话，那就是把答案都对了，改正了。然后我前面有一讲的题还没改正，我就把前面那讲的题改正一下。我们把菜加一下。OK， 我加一下菜。菜里确实是有不少油啊，一加进来它就开始滋滋叫了。这最近挺好吧，我逐渐就是能把那个学习的感觉找到了，逐渐就是不怎么觉得难受了。不过今天就是稍微休息一下，接下来更好的战斗。本来我那个同学说周3可能会找我，不过他今天也没找我，今天就周3嘛，他也没找我，没找我就算了吧，只要我们俩都互相学好就行，用不用在一起学其实也无所谓，互相都好好学就可以。感觉火有点小哦，我们俩都互相好好学，这没问题。我们俩去年都没考上嘛，学的不够好，付出的努力不够多呀。你有的时候就会想，要是一开始从大3上的那个学期就开始好好学就好了，你就好了，然后就会少很多事儿。你有的时候总会这么想的。但是也正如那句话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既然你现在能意识到，你现在就尽量好好学嘛，尽量好好学，那就不算了。然后你又想减肥，又想考试也考得好，反正学起来也有压力的，肯定还是有一些压力的。
想没有压力哪有那么轻松？大家都有压力。哦，我爸妈不也有爸妈的压力？别人不也有别人的压力？我选择了考研，有的同学选择保研，他也会将来也会想，要是考研会不会更好？我大部分同学保研都是保的本校，我感觉本科和研究生读同样的学校，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没有进步的，我会觉得有点难受。所以我就一开始就比较想考的，或者说除非你保到很好的学校。我的同学里，第一名是保到北大了，啊，厉害了。剩下的同学应该大部分都是本校的，保到外校的比较少，但是也有。我感觉差不多了，我们把煤气关掉吧，然后我们把火关掉，借着这个余热再炒一炒。没人看就没人看吧，没人看就当给自己看好不好？给自己看也行。说不定我今年考完试，不管考得好还是考得不好，回过头稍微看一看，每天聊一聊，抱怨抱怨，也挺有意思的。我们把排风关掉，然后来洗一个碗吧。我们还是拿这个比较大一点的，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算是盆了。哎呦我去！我们把饭盛一下。然后我们洗一双筷子。OK 啊 ，OK，然后我们就准备开吃了。拿这个架子，哎呦，转过来，把胡子刮的确实好一点吧。还是有一点小累的。有的时候也会有进度焦虑，跟张鑫是最贴切的焦虑的。你每天，不好意思，你每天都会想他学的怎么样。因为我们俩还相当于是考同样的学科，虽然考的学校不一定一样，考的学校是按水平来说的，谁学得好，谁就有资格考更好的学校。每天骑车去自行车，如果路况比较好的话，真的就骑一小会儿，10几分钟、13分钟，一会儿就过了。路况不好，车比较多，然后就会骑得比较慢。我确实觉得我长得还可以吧，还好吧，应该还好吧。
我问了我几乎是最好的一个异性朋友，我想知道最真实的对于我外貌的评分，然后他给我按那种互联网那种外貌评分来说，6分就已经是大帅哥，这个7分就是什么明星，8分就怎么样呢？10分全球大帅哥。所以我就问一个我们都熟知还比较帅的人，他说只有5.5，然后他说我就是4.5。我觉得他这样评分太无聊了，我肯定想正常人的评分啊。他说5.5的那个同学，我觉得差不多得有6、7分至少吧，7分左右，6.5分到7分吧。至少大部分人得及格吧，也不是说及格5分吧，正态分布嘛。人就来那个什么，7分是明星，8分怎么样，10分无敌世界超级大帅哥。按照那种说法，我都不知道小李子能不能评上10分。毕竟如果要我评的话，小李子已经是10分了，按我那种评价标准。但按照他那种评价标准，我感觉世界上就没有10分的人，因为没有完美的。怎么可能有一个人所有人都觉得帅呢？就算所有人都觉得帅，也会有人因为有点小嫉妒说不帅。你必须把那种嫉妒也打败，才算世界无敌帅。拿个鸡蛋炒一炒，确实很好吃哦，有鸡蛋的香气。还好吧，每天吃炒饭感觉中午吃一顿嘛，至少还挺好吃。茄子和土豆，然后还有鸡蛋嘛。我很喜欢吃那种酱茄子，或者小茄子，或者怎么样的茄子。我以前很喜欢吃土豆，以前小学的时候，一盘土豆丝就能吃很多碗饭。现在不怎么喜欢吃土豆了，可能是见过的食材越来越多了吧。有可能有减肥的一些原因，觉得土豆里面都是淀粉啊，怎么样的？不知道。我昨天晚上就觉得很累，我不知道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让我自己得到好的休息。玩手机不是一个好的休息，光睡觉也不好。我不知道有什么方式可以让我得到一种好的休息。散散步会比较好。城市车水马龙中散步，还好吧。我想有的时候可以听听歌，就坐在那儿听听歌，或者发呆，或者随便想一想。当我头2天开始做自媒体的时候，拍视频的时候，我就已经在想，我要是每天一个视频能挣多少钱就好了，然后就开始赚钱。不过昨天那个视频零播放量，大概已经稍微击溃了一点我的信心。但正如有的话说，你知道有的事情是对的，所以你坚持过去做嘛。所以我也尽量做，尽量坚持做。
我记录记录。今天是8号，如果运气比较好的话，不是运气比较好，学的比较快，学的比较好，20号可以把数据结构和高数学完，还是有点慢了。感觉给自己安排进度有点少，应该2周学完一本408的，这样2个月就可以过一遍。原来想的是一天学1讲，30讲学1讲，嘿嘿，是一个小讲。原来想30讲一天学1讲，有的讲太难了，而且逐渐的，就是差不多2天学1讲，2天学1讲，2天学1讲吧。学到后面前面又忘了，感觉确实得学第2遍。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吧。要是学得越来越好就好了，考试之前学的什么都会，有神助就好了。总有一些想法，说要赚大钱，然后考上名校。我什么时候能清楚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呢？如果有很多钱，确实会帮助我很多事情。有很多钱，你就可以做很多想做的事情了。至少你不用像我毕业的时候拿着那么多行李上火车，我靠，累死我了！一个大箱子，再来一个大行李箱，还有个这么大的包，然后那包我怎么拿呀？我本来2只手行李箱就够费劲了，我把那个行李箱放其中，我把那个大包放其中一个行李箱上，然后推着它往前走。遇到一个楼梯，我就停下来，我先拿其中的1件或者2件，我先往下走，然后再回头再拿另一件。我靠，累死我了！如果你不用太省钱，不用太在乎钱的话，你就可以托运嘛。然后你也可以买高铁啊，买飞机。其实我爸妈倒是给了我很多钱，我跟同学吃饭都花光了，我真意识不到。我同学从沈阳来北京找我玩，不是找我玩，就是他们想逛逛北京，正好我还没有毕业，就跟他们一起逛。我想行啊，挺好的，正好我爸妈还给我发了一笔生活费，我就一起玩吧。玩的时候也没太注意花钱，头2天一看我还剩多少钱，我就剩400块了，400块交完400多，交完自习室的300块，就剩100多，不到200了。我还以为我还有2000块呢。我看的那些课，我几乎也没怎么看课吧，看的比较少。我看那些课都是网盘的课，但是有一些小众的资料根本找不到盗版了。你就得买正版，正版太贵了，一套书400块，我确实很想要，
我打算先买其中的一小个分类，这样的话就要100多就行了。我们学校有那个大学生医疗报销，之前我就是去医院，然后应该有一笔，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打过来报销。我希望能快点打，我希望那笔报销能多一点嘛，我希望能快点打。有人打过来就相当于一笔生活费了嘛。大学生医疗报销真好了，我之前住院的时候花了5000多块钱，结果报销4900块，我靠，太爽了！大学生是挺好的。大学生在学校网络也好，我们网络是免费的，网也好。然后呢，吃饭也有很多选择吧。然后也相当于你自己一个人嘛，爸妈离你比较远，你不太能管你，很多事情自己决定，挺好。在家的话，网络就一般般，然后那个吃也没有太多选择，当然吃的还不错了，还是挺好的。有的时候爸妈总会管一管你，这其实也挺好，因为我觉得我有一些作息不规律，我现在有一点太胖了，我有脂肪肝，然后就是在学校就是胖嘛，然后吃的比较多，吃的比较油腻，染上的，老吃炸鸡。如果确实有人在看，或者你在看啊，少吃炸鸡啊，别怎么吃，别老吃，好吗？别老吃，少吃油腻的，一周吃一次那种稍微放纵一点餐没关系，剩下的日子就稍微平淡一点，也不是说那么平淡，你可以稍微吃啊，每天换着吃，吃饺子，吃北京烤鸭啊，吃盖饭，然后吃什么炒面，吃炸酱面，巴拉巴拉，反正有很多选择啊。你不要每天都来那么一小顿大餐这样的感觉。现在减肥吗？今天早上称是105.8啊，昨天称是105.65啊千克啊。这个秤它有的时候上，我刚上的时候他说是105.0，然后又变成105.8了。反正你就知道大概的区间就好了。因为我之前回来的时候是106.65、106.45，反正就那个水平。然后现在就是105多，昨天称105.65，其实昨天也称到105.0了。然后呢，今天早上称的时候105.0、105.8，反正你就知道我大概是体重小于106千克的。今年至少要减到200千克以下，好吧？说用什么方法，就是稍微就像我这个体重，只要你不像以前一样暴饮暴食，其实应该就会瘦不少。然后稍微运动嘛，我每天骑车，骑4个15分钟的单车，相当于骑车。然后至少目前还在减啊。我也希望就是能做那些小锻炼，比较轻松一点，也不是说轻松，就不需要器材的小锻炼，比如说俯卧撑、平板支撑，然后侧卧抬腿这种的，卧抬腿、平卧抬腿、平躺抬腿平躺抬腿应该叫这个吧，平躺抬腿之类的了，就是稍微练一练肌肉，肌肉多了好像就那个代谢就会强，然后你就会不自觉的就开始瘦下来了。我至少目前还在稍微减，目前至少从106点多变成105点多，还在减。如果减的幅度比较小了，我可能就会再稍微多加大一点运动量吧。所以这也是我想的比较好的一件事。我在学校的时候，我不太能控制好自己，虽然我现在已经逐渐开始掌握一些能控制好自己的办法或者是事情了，我已经逐渐的开始给自己的有一些越来越好的方向的一些改进。但是如果在家的话，很多事情就比较强硬嘛。然后我爸说：“你这个吃完饭去走一走。”那我就尽量走一走呗，我尽量听我爸的话，我就走一走，走一走，散散步，你就能稍微消耗一点，
总比坐着好吧，总比躺着好吧，是吧？然后有的时候会让我跑一跑，那我尽量能跑我就跑一跑呗。但是你在学校的话，你就有的时候做不太好，包括很多事情吧，很多事情。所以我觉得在家其实是一个对于我可以让我再一次学会如何照顾自己的一个过程，就是如何掌控自己，照顾自己，让自己。我上大学4年，我其实没有太照顾好自己，包括我确实长胖了一些，我的学习成绩还不错，但是呢，我却因为一些事情确实其实就是体测，因为体测，然后这个怎么样的不说了，然后呢也没有找到一个女朋友，还算挺帅的吧，谭伟还可以吧，也没有找到一个女朋友，时间比较多的花在打游戏上了，打英雄联盟上，然后玩一些别的游戏，什么都玩吧，然后就长得比较胖，然后考研也没有学好，虽然我也得了一些奖，包括像数学建模大赛的奖，包括像数学竞赛的奖，其实我也得了一些奖。我有的时候真不知道我大学到底是过得好还是不好，因为我确实得了一些奖吧，它从某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我的大学，但是我有一些很重大的失误，对吧？如果我能像我们班级第一那个女孩一样一直比较努力比较刻苦，你说我有没有可能也能保研上北大？那我就不用考了，还考2年是吧？考第1年是无所谓的，第2年的那一年，就今年这一年，你相当于已经有那种同辈压力，你已经比同辈掉1年，这毕竟还是我的一点小遗憾吧。掉1年，如果能考上好的学校，那也无所谓了。如果你进入研究生之后，我想读研究生很大一方面就是觉得研究生确实能让我学会很多东西，包括本科，就教育确实让我学会了很多东西，本科也让我学会了很多东西。然后我希望研究生也能让我学会很多东西，包括赚钱，包括照顾自己。上大学4年，我的被子就没怎么洗过，不过我有2个被子，各睡一半。我有好几个被子不止2个，还有小被子，有的时候还不睡被子。然后呢，也没有做到夏天的时候每天洗澡，有的时候偷懒就不洗，也没有做到衣服勤洗，也没有做到这个每天早睡早起。到这个大三的时候，经常熬夜，感觉过得不太好，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或者说知道自己大概想要什么，但是却没有为之付出明确的努力吧。你想考研考得好，但是你也没有做到太多事情。虽然你确实学了很长时间吧，但是你好像有点太执着于学的这个行为了，可能你没有及时的检验自己学的到底好不好。检验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包括我现在学多少章，学11章。同学问我的第6章的题，我做不出来，没关系，你做不出来是没关系，但是你做不出来，你就得回顾嘛，复习嘛，然后就再学嘛，考试之前都能做出来就好。然后你得时刻把握自己的什么水平，你不要觉得好像学到11章了，前面11章好像都会了。包括还有一个网站，然后在那网站上面刷题，然后他会就稍微预测一下你能考多少分，说保底多少分，就是发挥好多少分。去年的时候保底也只有10分，因为我没在那网站上怎么刷过题，但是我也花了很多钱在那个网站里买，就相当于买它的使用权吧。我到目前为止，这个数学它那个网站是数学，显示我那个正常发挥和发挥的好都是5分，因为我现在没有怎么刷。极限今年和去年都是最喜欢刷的，我靠，极限太轻松了，不是轻松，套路比较明显，计算量不大。你不像做这个
不定积分这一块，不定积分、定积分都一样。不定积分就是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你有一些吧，你明明知道怎么算，但是计算量就很大，就是很难算。哎，不像那个极限那地方，这个等价无穷小，哎呀，随便一列，它来展开，随便一列，随便几个简单算术就出来了。你像积分这块儿，经常会有那样的题考我，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喜欢考我，就是计算公体吧，多项式做分母的那种分式的那种积分题，你需要把它拆开成几个最简式、最简分式。然后呢，它套路也很清晰，就拆成最简分式，然后每个最简分式它都会有解法，但最简分式你得算，然后每个你也得算啊，包括很多题它就是比较复杂，你需要换元，换元之前是什么根号什么，然后换元之后是什么。当然这都是借口。这个网站其实挺好的，就是它分各种等级嘛。一个专题有5个等级，你逐渐刷，你就能刷1等级满，然后2等级可能满也可能不满，怎么样的。然后它刷到一定程度，一般是要么就是2不满，或者就是2满3不满，这种程度它就不让你主动刷，它就会在每天的测试给你提，然后你如果能接住那些测试的题，然后它再给你提升进度，有点像，你是整体就很像打游戏吧，就感觉自己 level up 升级了嘛。包括它有一个预测分数，你看预测分数一点一点涨，你不会觉得开心吗？你就觉得学有所成。我现在一直都是5分，我觉得很愤怒。包括如果你，因为我这段时间也没怎么刷，前段时间刷，这段时间没怎么刷，你不刷它的那个等级条还会降，我很愤怒。我没有找到一个平衡的方法，平衡各个学习资料的方法。我现在学11讲，那我差不多就有11讲的题可以刷，这样的吗？如果我一直就是让我的学一听，然后就刷，包括说我去学完这一讲，刷完这些题，我再进行下一讲，那时间就不可能，就肯定不是2天学一讲了，或者说必须很累的情况下才能2天学一讲。我也想不清楚。这样或许也行吧，或许也行。我想的其实就是分成2条线，包括2条线，其实后面那条线可以相当复习，就是我学是一条线，刷题是另一条线。我学的时候当然也有做题啊，就是当堂的它有例题，也有那个课后习题嘛。然后我想的是，比如说我现在刷到11讲，然后我的那个习题网站我现在刷到第2讲，就这么刷，就分头进度往下进行。然后这样的话，我我该学我就学啊，然后那边也正常刷，是吧？刷的时候也就相当于复习了一下之前学的东西，然后整理复习，或许也有效果。我想的是这样的，但是刚才我说的那种全完成之后再进行下去，好像也行，或许也行。如果你花的时间都是同样的，那其实是一样的结果吧。我今天说的差不多了，我手机快没电了，先这样吧。希望今天至少能有1个观看，好吧，至少能有1个观看就这样。这个如果是观众观看，这个就祝你生活愉快吧，生活愉快，一切顺利。如果是我自己在观看的话，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看的。祝我能考上，好吧，祝我能考上梦校，考上理想的学校，然后就尽量好好学，没有尽量好好学，就是必须竭尽全力好好学，好吗？谭伟，拜拜，朋友们。